天天催着我结婚，他幼稚的跟个小孩一样。他以后能为我遮风挡雨吗？我敢嫁给他吗？我对他挺好的，想要什么给他买什么，我的心意他感觉不到吗？他经常乱花钱，对自己一点规划都没有。我跟他在一块儿根本看不到未来。我都是一心一意的对他好，他觉得有什么不好我都能改，为什么就是不想和我结婚呢？我对他真的不放心，还经常有些花花肠子。我想等他成熟些再考虑结婚的事儿。如果再逼我，那趁早分了吧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张，23岁，来自河北文园；女嘉宾小雪，23岁，来自河北微商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！谈恋爱谈了多久啊1年半多了。咋认识的呀？就是朋友介绍的。就是真相亲啊？也不是，一开始也是在手机上聊嘛，一开始也不认识，微信聊聊，先聊聊看看。不认识怎么有朋友介绍的？就是不是传统那种相亲，然后就是俩人认识同一个朋友，对，然后朋友给介绍的。你们俩先网聊？啊，对。聊的是有快半个月了，实在是没话聊了啊！我就约他，我说咱见个面吧。见面啊，见个面，我就开车去了，去他那家等着他，然后一出来就完了，不是，就感觉差不多，就完了吗？可不就完了吗？就吃个饭啊，聊了聊，然后下午送他回去啊，又聊了半个月才好。我记得快1个月了，就定了。就定了是啥意思？就是好上啊，听明白了，还挺波折是吧？其实说的热闹，一算也就1个半月，没多长时间。你看，说的热闹。今天为什么来啊？他不想和我好了，想要分手。为啥呀？那你说我长这么帅，要条有条，要型有型，一表人才啊！你说你不跟我，你多大的损失啊？不是，我今天就是来给他止损的。不是主持人，您看有这么说话的吗？这人说话多幼稚，就这样还天天闹着要跟我结婚，那我怎么跟你结婚啊？跟个小孩似的。你说谁一上台来先夸自己一顿呢？啊，还给我止损。你让大家看看咱俩在一块是你沾光了还是我吃亏啊？我沾光你也没吃亏啊。其实我现在就是不想跟他，就是不想结婚。哦，不是分手，是不结婚是吧？啊，对，就是现在他老催我结婚，然后他催的我就烦了，然后我就想现在就不想跟他好了。他现在要结婚的话，那咱俩趁早分了呗，还在一块干嘛呀？你要结婚，我不能耽误你啊，对吧？那我对你不好吗？你是来逼婚的是吗？也不是，就是家里催我，然后一看这个周边的兄弟都结婚了啊，我就想，也是想和他结婚，就是稍微紧了点。就感觉他这个人吧，主持人就是感觉他特别幼稚。那你说啊，别扣帽子啊，让老师帮你分析分析，对吧？就是他平时吧，就是花钱就是特别大手大脚的。然后你说月初的时候吧，俩人跟个皇帝似的过的生活，然后带我胡吃海喝，山珍海味的。然后月末呢，就像个乞丐一样，俩人。你说咱是不是提前享受了呀？对不对？你说提前享受了，那你老买，就是主任你不知道啊？我肯定不知道啊，来吧。就是那球鞋一出新款，它必秒。你一个人你穿10双篮球鞋去打篮球啊？不，你说你还老买这个口红，吃了根了还？那我买口红我没花你家钱啊，我每个月还有剩余的钱啊。那你呢？你还得跟家里要吧？你跟朋友吃饭到月底了，是不是跟你父母要钱啊？不是主持人，这个我想说一下，就是说，毕竟刚开始刚工作，工资低，当时这样说，如果说不够啊，就是我给你点儿，就是说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啃，就是我工资涨了高了，我就不跟家里要了。你是属于啃的不狠的，但是也得啃一下，不是就是给我那么300-400块钱，400块钱。就是也不是老要。行，女生说了，第一个问题，你想娶我是吧？第一，相当于财务上没有规划是吧？对。还有啥让你不愿意嫁给他呢？而且他做事吧，一说就来气，你让大家听听，就我俩，就是比如说吧，明天小长假，然后今天晚上，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说，那个咱明天出去旅游吧。我一听，我很突然嘛，我想你是不是早就想去了，带我去旅游啊？然后他可好了。
没做攻略，然后还说什么年轻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还跟我玩什么 feel style，还挺潮的你。结果呢，俩人兴高采烈上高速了，然后在高速上开过了，那车竟然光做攻略了是吧？开过了。你说本来5、6个小时就能到的，他呢结果给我来10来个小时在高速上啊，那你不累得慌吗？你光看我这个，那咱是不是说好了一起，就是说一起旅行，咱临时决定的？我说咱在高速上对不对？咱一起看看这个咱住的玩的，我不也是没想到他出了这种事儿吗？我也是一回生二回熟，那下回我绝对能给你不一样的体验。人家都带着对象出去玩，那我也想开个车对吧？咱出去放放松，换换心情，见见咱没见过的，对不？我心也是好的呀。是你就是找借口。不是我问个问题啊。主任，你说不是说相爱的人在一起时间就过得特别快吗？10几个小时聊聊天不就过去了吗？那谁在高速上堵10来个小时他不累呀？是堵10来个小时。我说小长假肯定也堵，然后他还开过了。行，那也没什么，心是好的嘛，对吧？但是姑娘看这不行是吧？对。还有别的罪状吗？他不光这个事儿，你说我俩在一块儿，平时就我生气他都不哄我。哦。你说他不哄我也就算了吧，那你跟我还发什么脾气啊？这个我得说一说。是说我每回不哄你吗？不是吧？主要是有时候一问他不告诉我，我热脸贴冷屁股。不是哪个女的生气了，她告诉你是为什么呀？你太单纯了吧？有的呀，你就咱好比说咱这个啊，咱那个主任我跟你说，上回就比如说上回我俩一起逛街了，就在路上走啊，溜达溜达吧，这前脚还好好的，这后脚就脸就冷下来了。我这问他说咱吃点啥啊？说随便。我这一看这脸不行啊，我说得，我说姐生气。我说赶紧上个地儿，我说把他爱吃的喝的我都给他点好了，爱吃的，自己在那拿吸管就在那杵。我问他也不理我，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你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，那搁谁都生气啊。那我哪知道啊？就你说吧，就旁边我俩在路上溜达，就旁边过一小姐姐从我俩身边过去了，然后她呢，她那眼睛贴着人家大长腿，就眼睛你咋不贴人腿上呢？你的眼睛。主持人，这事我得说一下，这事赖他，不能赖我。我当时就是觉得这小姐姐穿着这衣服好看。我在想，我的对象身材那么好啊，她穿着这衣服肯定比这个小姐姐穿的好看。我在想，这衣服这什么牌子呀？正想着呢，这脸冷下来啊！你明显属于狡辩嘛？什么身材好？你不要用这个，就是不要用这种网络上的这种技术和技巧，你面对真实的生活嘛，对吧？你喜欢看一个漂亮姑娘，你看了，你大大方方的看了。生气了你就说，哎呀，就好看，我忍不住，真的就没忍住看一眼，对不起啊，我下次注意不就完了吗？你不矫情吗？你确实挺讨厌的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说呢，就说咱搞那么长时间了，我说咱有什么咱不能告诉我？不是你还不知道你哪儿错了？你不是装傻充愣吗？不是这事儿我知道，关键是主要是他不信任我，不信任你，对，不信任你。这手机啊，这翻。啊，就天天翻。那谁女朋友谁还不翻男朋友手机啊？不是你，那不很正常吗？你整天疑神疑鬼的，就是在那翻，就正常动作都看着都不是看着是搜出来问题了吗？不是你不知道为什么？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吗？就拿上次你说了，他送一个女生回家。不是你又说这个事儿。那我不是你一天的这事儿得教7、800遍了，这得。我们没听过呀。我们是第一遍啊！你说，还多八卦这颗心啊！对，我和我朋友吃饭呢，你能别说了吗？他那个女的，能听我说吗？先，就是主持人，就是他送一女生回家，啊，然后他还不告诉我，还没告诉你啊，到最后他朋友知道这事儿，他朋友的女朋友吧跟我特别好，然后我突然就知道这件事了。你说他送一女生回家，你不告诉我干嘛呀？还说我疑神疑鬼，你肯定有问题啊！这事我都跟他说了，我说就是和朋友吃饭，结果这个朋友说他不顺路，就是我还相对来说还算就说顺利点，我就给他送过去，我还怕他生气啊，我说咱别跟他说，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下回我肯定是不和他吃饭，因为不太清楚啊，我说咱没必要因为这个事啊影响了我俩的这个感情，因为就说一个女生的介入，你说我是又跟他吃饭了吗？那你对吧？你一天得教就800遍得。对，我矫情了。哎，跟谁吃饭来着？本来跟我一个哥们儿吧。啊，你哥们儿女朋友去了吗？
我哥们儿的他对象后来告诉他，不是你哥们儿的对象去了吗？哥们儿对象没去。那怎么突然就冒出一个女生呢？当时也是我俩吃饭，就是说我这个哥们儿和这个女生还算是认识，当时有点事。你哥们儿他们认识？我认识他。那就是说是你哥们儿请的那个女生喽？对对对。那常理来说是应该哥们儿送回家了，因为他们熟吗？怎么能轮到你送呢？对，他们主要是他不顺道，而且那不是说说吧，你跟你哥们儿谁在说谎啊？而且主要是嘛呢？他连我这个美团地址他都看。你都有什么事瞒着我，就想看看是不是你还有别的酒店地址啊？那我看看怎么了？我不也没翻出什么来吗？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，就是吃饭这个事儿。他给我整的那么大行吧，也没啥了。反正你没搜出东西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搜。我看看，他现在就在怪我，看他手机，看他美团。他没资格怪你，他想跟你结婚，他再怪你就跑。所以说现在你搜出东西了吗？没搜出东西。那你相信他吗？肯定心里有一点怀疑啊。那你说你为什么有什么事还不告诉我呀？你看这个不会规划钱财，对吧？生活里面不那么靠谱，老做二了吧唧的事儿，对吧？倍儿冲动，就不踏实，还是一个冲动的男人。我心里还有点小疙瘩，所以我哪能嫁给你？你的意思是要再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考察，再处是吧？如果他要是家里再逼他，然后他再逼我，那我俩就趁早分，那就不用在一块儿了。那你说我不和你结婚，我还结什么婚呢？啥意思？他总说他没有什么安全感什么的。你说哪回出去玩？我不是说看他走进去之后我才自己回家，我就是你想的这么那个不堪吗？我没对你好吗？我亏待过你吗？我觉得他这些都是在狡辩。特着急结婚是吧？等2年等得起吗？也多少是催，说是自己感觉，就说我这些东西这些毛病我都可以改，都是之前发生的。你说我既然想结婚，肯定是想做得好，肯定是都能改。我就希望他回答我的问题。再晚2年结婚行不行？也可以，主要是自己也想结婚，能早1年结婚，为什么还得等2年？听明白了，这婚要不要结呢？是这意思吧？其实女生好像也不是真的想走，只是被男生逼得有点紧了，是吧？那咋办呢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感情当中，很无力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本相爱的2个人，一个在计划未来，一个在酝酿离开。计划未来的这个人，我认为你的计划有一点过于匆忙。你们俩才23岁，23岁不正应该是谈恋爱、享受青春的时候吗？这有什么好着急的，对吧，女生？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而且关键是，女生今天上来细数了你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我听下来，其实女生根本就没有真心的觉得那些事情是问题。比如吃饭大手大脚的，不也跟你一起吃的吗？开车走错路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，多走几个小时怎么了？其实重点不是我们去了哪里，看见了什么，而是我们和谁在一起。只要那10个小时是你们2个相爱的人一起度过的，当时可能有一点怨念，但此时此刻回忆起来应该是那种甜蜜的抱怨才对吧？下面才是重点。男生你有时候不老实，我就问你，你看我这衣服什么牌子的？你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，你糊弄你女朋友。然后刚才还企图糊弄如此智慧的赵川老师，被无情的揭露了吧？还有你们一直在纠缠那个女生到底是谁的朋友，这个故事非常清晰，就是你和你的一个朋友2个人不知道是谁约了那个女生，然后呢你的那个男性朋友说是你约的，你说是你那个男性朋友约的，回家都是这么糊弄女朋友的，结果2个女朋友一串气儿，露馅儿了吧？刚才在舞台上还企图糊弄如此智慧的赵川老师，你说第2遍这意思就变味儿了。所以爱情当中最忌讳的就是糊弄。你要这个结婚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向好的方向，但是你在这个路上一会儿开个小差，一会儿撒个小谎，你怎么能让女生有安全感呢？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是，女生根本就没有打算跟你分手，她还希望你们之间的感情有一个过渡的考察期。今天之所以会来到现场，就是因为你和你的家人逼婚，
这件事情催得太紧了。你一直跟我说咱俩结婚，咱俩结婚，那我如果不能跟你结婚，我又没有办法跟你谈恋爱，现在我只能选择逃跑。所以我认为你们的感情步伐放得再慢一点。今年才23岁，现在就是32岁，都没有必要着急。如此年轻的你们，给彼此更多的空间，更多的时间，有问题去修正，有美好去发现，这才是年轻人应该有的爱情的样子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谢谢左岩老师。爱情是浪漫的，婚姻是现实的。在恋爱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一些心里还不够安定的一些小动作，只要别出格，只要它还算是在可容忍范围之内。比如说你喜欢看漂亮女孩，人之常情嘛，谁不愿意看呢？但关键是别走心，别撒谎，别不承认。但是什么时候应该是谈婚论嫁？其实是两个人要有共同的这种愿望，说我们现在，或者说我们要完成什么样的条件，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两个人一定得坐下来谈。貌似我们都看是求婚都男求女，其实啊，那是一个仪式。女生早就已经和男生规划好了，求婚那动作也是规划的一部分。所以说什么条件就可以结婚了呢？首先第一，心必须得安定下来。第二，有了共同的目标，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呀？不是拿一张证，而是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能够让我们共同那个目标啊实现得更快，有力气往一起使，这会儿才能是谈婚论嫁的时候。你再着急啊，别挂在嘴上，挂在行动上。什么时候在路上你再不被那花花绿绿的外面的世界所吸引，你的关注就在于他的感受的时候，是可以结了。当你不再大手大脚的花钱给他安全感，那是可以结了。你可以省点吃的，为了我们今后买车，今天又攒了一个轱辘，明天又攒了一轱辘，这会儿是可以结婚了。你看看你自己具备以上我说的哪几个条件，如果不具备，别着急，姑娘并没有说不跟你结婚，只不过她心里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你结婚。所以呢，拿我们的行动去证明我真的爱你，这一辈子我只认你一个，那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严老师。我相信你们感情还是很好的，在学生时期还是彼此欣赏的。但是当我们走向社会去工作了以后，其实会发现看待社会、看待事业、看待生活的角度已经不一样了哦。如果说你始终是一个安逸的状态，我也不说这有问题啊。那很多人说，我就挣一份简简单单的工资，我就享受两个人平平淡淡，我们真的是晚上躺在床上看剧就开心的不得了。我觉得拥有这样的生活能力人，我也很羡慕。但他不是，他真的是需要有一份沉甸甸的生活的质量。如果你做不到，不努力，不是今天结不了婚，23结不了婚，32他也不嫁你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们真的要去规划生活。女孩子也一样啊，她和你大概不是一类人，但不是一类人不代表不能在一起。我相信你跟他相爱了这么久，肯定身上有让你非常喜欢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反复的去权衡，去衡量，不要说那种气话，说你再逼我结婚我就跟你分手，这不是心里话。你需要的是用时间去沉淀，去思考我要的生活到底是要和我一模一样奋进的人，还是说我也接受一份安逸的情感，你要去考虑清楚，好吗？结婚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们要调整好对生活的态度。谢谢。谢谢严老师。年轻说话可以幼稚不成熟，这可以理解，但我厌恶极了你的那种油嘴滑舌。男人越是没钱越想结婚，越是有钱越不想结婚，女人越是年轻越不想结婚，越老就越想结婚，通常意义是这样。但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我经常说，婚姻对于男人来说意味着放弃自由，对于女人来说意味着寻找一个家。所以女人要嫁给一个男人的必要条件就是两个，第一是这个男人有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去给你营造一个幸福的家，而不是这个家有多大有多奢华。第二就是他愿不愿意为你放弃其他的异性，放弃这种自由，
这是2个必要条件。必要条件不是车轱辘，也不是房子，也不是票子，而是这2个。但事实上这2个他都没有。他既没有恒久的奋斗为你营造一个安稳和幸福的家的能力和责任，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。所以你不嫁给他是很正常。如果一个男人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付出多少代价，也就是说这个结婚的成本不是他背负的，是父母背负的，那么他对于这段婚姻不可能会有多重视的。只有努力去追求过了，努力去奋斗过了，这个家来之不易，这个婚姻来之不易，他才会珍惜。如果这个婚就是结得轻轻松松的，他将来离的也是轻轻松松。所以不嫁太正常。我再说难听一点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结婚嘛，你不过是年龄到达了而已。我所指的没有资格，不是说你挣钱挣得不够多，而是你根本还没有准备好负起这个家庭的责任，也没有准备好为这个家庭付出自己的忠诚，你没有资格结婚。结婚是可以租房的，未必要买房，也可以没有车，也可以打的的。但问题是你的心准备好了没有？他没有啊，没有就不应该嫁给他，而应该趁这段时间好好的打理自己。有太多的女生就是因为男生的父母说婚房准备好了，车准备好了，将来生了孩子我来带，所以这个女人就嫁了，其实是嫁给了她的父母。到了最终生下孩子来之后，男方是不管的，全是父母管。然后这个婚结了跟没结是一样的，他该有自己的爱好就有自己的爱好，该在外面疯还在外面疯，自己的工资挣了自己花。因为他这个婚结的不是来之不易，而是太容易了，所以也容易分手。你切记要记住这样的教训。你才23岁，不嫁是正常的，这个时候嫁了才不正常的，好吗？也不是说你接下来的时间是要考验他，而是要磨合彼此，磨练彼此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啊。我觉得女生的态度非常明确，就是不要结婚嘛，想得很明白。所以我试图换一个角度去想，哥们儿，你到底担心什么呀？这么步步紧逼要娶她回家呀？也是怕他离开我吧，感觉就是说，因为我也就是说之前也就是说跟他说结婚的时候，自己也想到自己，就是他提醒我这些东西，我也知道自己要改掉这些毛病。我怕他不给我这些的，就是说给我点时间，我希望他能陪我，能看到我的成长。所以其实说白了，是害怕这个女人跑掉。我是喜欢他，我就是说我反而越喜欢越狠，就是说自己可能也认识到自己的这些个错误。其实对，其实就很坦诚的说，还是害怕女孩跑掉。所以简单的认为说，我可能有一段婚姻，我们是有保障的。真的有什么保障？他要跑掉还是跑掉了。所以对你来说也很简单，陪你成长嘛，人家也没说现在就走嘛，踏踏实实的、认认真真的去交往。去磨合，不要再逼婚了。很多错误都是这样开始的，是试图通过一样东西拴住另一个人，而你急于想拴的时候，恰恰证明了这段情感是不稳定的。对于女生来说，不稳定是来自男生的不够成熟，这是个表象。其实核心是觉得你小子心到底收没收回来啊？对于男生来说，家里也好还是自己也好，所谓的迫切想结婚是说，我把她娶回来我才安全，我不娶回来她总有一些变化和变数。那么内心担心的到底是什么？其实男生心里是最清楚的。好了，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博弈了，坦诚面对，好好再谈谈，好吗？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小雪，其实说这些毛病你也知道，我这也是之前发生的毛病。我既然跟你说的这些东西呢，我肯定会改的，也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吧。咱俩也挺长时间，你也知道我的心意，对吧？我也不是说不对你好，我也没有亏待，这个放一边。我是喜欢你的，我也是想，就是说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咱们一起去奋斗去赚钱。现在是我花的多，但是我可以为你改掉。
这都是小事情，我觉得我对自己是有信心的，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。我就是希望你能不这么紧的催我，我感觉现在才23岁，没必要就走进婚姻的牢笼。那个家里结婚，我也不是说催我，这个我会自己去搞定。来，请亮灯。姑娘，你可吓着我们了啊！婚姻对你来说是个牢笼啊！明白了，两位回去吧。这就是他对这段情感最真实的一段描述。来，请官们，女生说婚姻是一个牢笼，折射出来就是她觉得现在这段情感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美，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好。反向说回去，这就是男生的担心所在了。所以我们看问题的时候，你两个面摆在一起看，你就马上就理解了男生为什么催，他不笃定，而女生为什么害怕，他也不笃定，心都没定，干嘛还要结婚呢？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我会宠着你，我会纵容你。我突然觉得一个问题，我只是给你建议啊，就是你现在表现出来的那种面部的表情和你那个肢体语言，让人觉得特不踏实。你明白我说那意思？有点油滑，你不能再这样了，你知道吧？明白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。来吧，我们就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吧。各位请见证。在爱里等着你，被你疼惜又珍惜。哎呀，前一秒还说要分开呢，这一秒抱着都不放手，什么呀？来，内心激动是吧？啊！哎呦，害羞了。来，谢谢川哥。来，也别那么冲动啊！就女生千万别，其实生活当中的这种时刻，有的时候还是有的，就是这种浪漫的感受时刻还有，就是两个人一定要磨合好了再往前走，好吧？加油啊！谢谢你们，请回吧。啊。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，也许是不经意。